你知道在小说中，男反派和女反派如果意外相爱了，会有什么下场吗？用宋氏的股份换你的命，你猜宋鹤宇会不会答应？你居然指望一个只在乎利益的人来救我，蠢货！难怪会被宋鹤宇耍得像条狗。出剑抢！别怕，我来了。别碰我！西西，宋鹤宇，你主动勾引我，利用我，进入江家，又和其他人一起勾结，害得我江家破产，害我爸爸进监狱。我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你害的！你还假惺惺的干什么？西西，我有无法言说的苦衷，但是我爱你这件事没变过。一起下地狱吧！宋鹤宇，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为什么我轮回了100次，还是不能和你相爱？为什么我每次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我面前？奇怪，明明是按照原剧情设置的程序，怎么纯恨夫妻这条线每次都会出现偏差？你俩非要爱上对方不可吗？纯恨不好吗？重启。宋鹤宇，我喜欢你。有谁能够告诉我，世间的海？你好呀，我的男朋友。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爱的，是否你还听得到我呼喊你的声音？为何我有种靠不近？剧情设置纯恨夫妻，原来如此。如果相爱会害你死亡，那下一次我会用恨来保护你。再重启。我重生了，重生在了江家刚刚破产那天。江大小姐，负债女藏，你爸进去了，这钱就只能你来还了。好。宋鹤宇，今日这个时候，他明明在大肆收购江氏股份，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江一溪，和我结婚，我可以救你。你要跟我一个拿你当狗，又被你夺去一切的仇人结婚？这才有趣。你曾经加注在我身上的屈辱，我总得一点一点尽数讨回来。既然如此，宋鹤宇，你也要做好迎接我复仇的准备吧。娶我，很贵的。这张黑卡没有限额，不够。那你还要什么？我还要你啊，不得好死。好，如你所愿，那我们不死不休。西西，这是我们的101世，从此我们以恨的名义长相守。
从那天起，我们成了纯恨夫妻。他有白月光，却和我日日欢好，我恨他入骨，却与他夜夜缠绵。宋鹤宇，见我见江家的，就拿命来还！你见我见江家的，就拿命来还！现在让你死太便宜了。我要借你的势力重振江家，搞垮宋氏。这是宋鹤宇藏得最深的保险柜，里面说不定有他作恶多端的证据。0703，他的生日。难道是1120？他白月光顾连月的生日？总不可能是我的生日吧？果然不是。我在自作多情什么？上一世他哥哥生生说爱我，不过是为了哄骗我的戏码。江大小姐，大半夜不睡觉，你在书房做什么？怎么，宋总什么时候连别人看书都要管？江大小姐的字典里面还有学习二字。人心易变，我这也是跟宋总学的。资本论，想学啃食别人的血肉，还不如我现场教学一下。你也配？不想知道保险柜里有什么吗？哼。江大小姐，可还记得这个？宋鹤宇，收起你不值钱的傲骨，你不过就是我的一条狗。宋鹤宇，干什么？放下来！既然江大小姐你也睡不着，不如重温旧梦。宋鹤宇，你混蛋！用你最恨的方式开始，你才会拼尽全力的想要赢我，想要活下去。宋鹤宇，你要干什么？宋鹤宇，放开我！你无耻！论无耻，我可不及江大小姐的万分之一。抖得这么厉害，江家的傲骨呢？
江娜小姐，当狗的滋味如何？宋鹤宇，你的技术跟你的人一样烂透了。乱，江映溪，真该把你失神的样子拍下来，让江娜小姐自己看看，还有谁能把你折磨成这样？宋鹤宇，等着我把你拉下高台，重新套上狗链的那天。对，就是这样。恨我，恨你越浓，你越安全，哪怕最终你会成为刺向我的那把刀。昨晚打草惊蛇，得重新寻找机会。宋总，今晚和顾氏的合作宴，顾总的秘书林月小姐特意表示，希望与您单独叙旧。宋鹤宇的白月光居然回国了，还成了顾知州的秘书。知道了，把上月拍的宝石项链先给他送过去。那夫人呢？他，一个一落千丈的废物，也配出现在这种场合吗？不让我去宴会，想和顾氏合作，宋鹤宇，我偏不让你如意。宋鹤宇，猜猜你的白月光要是看到这份惊喜，会是什么表情？那是江映溪，江家不是破产了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不愧是江大小姐，没有家族撑腰，照样 hold 住全场。宋鹤宇，复仇游戏正式开始，你有你的白月光顾连月，而我有我的竹马顾知州。知州哥哥，知州哥哥，好久不见，你想我了吗？林姐，别闹。江小姐，好久不见啊。连月姐姐，好久不见。听说连月姐姐和宋总是青梅竹马，那正好可以借这次机会再续前缘。江小姐多虑了，顾宋两家强强联合，于公于私，我都该好好照顾鹤宇。我听说宋总还精心给姐姐准备了礼物，姐姐喜欢吗？法国大师的特调香水，鹤宇有心了，但我最近过敏，怕是要闲置一段时间了。宋总日理万机，想必一时间忽略了林月的感受，也是情有可原。香水。宋总，夫人拿走了您给林月小姐准备的礼物，要不要我？这本来就是送给她的，再随便挑一个送给顾林月。老婆，你怎么来了？老婆？当然是来找知州哥哥啦。原来江小姐已经和鹤宇结婚了，但和顾总感情还这么好，真让人羡慕。映溪啊，结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怕我告诉你，蜘蛛哥哥，你就再也不理我了。我维持的系统设定演坏人，你倒给我灌起醋了。老婆，你现在玩够了吗？需不需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谁才是你老婆？宋总不是不屑于公开我们的关系吗？毕竟在你眼里，我只是个废物。反正公不公开都改变不了你这辈子只能困在我身边的事实。你弄疼他了？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还不劳顾总费心，你当着所有人的面与我太太暧昧不清，这就是你合作的诚意？要不是看在林月的面子上，就凭你一个连妻子都照顾不好的人，有什么资格跟我顾氏谈合作？顾总倒是提醒我了，这只万宝龙
是收购顾氏子公司赚的第一桶金买的。顾总不如先学学，怎么守住自家基业。宋鹤宇，今天就让你颜面扫地！西西，我用我自己的苦衷，但是我爱你这件事没变过。他为什么会下意识保护我？为什么又是这样充满爱意的眼神？宋鹤宇，你上一世说的爱，究竟是真是假？为什么护着我？因为我爱你，但我的爱只能伪装成恨。江大小姐是不是忘了，你现在顶着宋太太的头衔，我不是为了救你，是怕你狼狈的样子被拍到，丢了宋氏的脸。这才是真相。我居然会有那么可笑的想法和错觉，什么苦衷，什么爱。上一世他披着羊皮的伪装，把江家和我害得还够。江大小姐硬气了，但你是不是忘了，青天有些账咱们还没清算呢。杀妻犯法哦。老公，再叫一句。老公，你在顾知州面前也这么放浪吗？放狗！你只会用这种手段来报复我们宋鹤宇，你真可悲！事到如今，你就只剩这么点价值了。属狗的吗？我被狗咬了，当然是要咬回去啊！来，一口下去，如你所愿。我可不想炖橘子。宋鹤宇，我嫌你脏。脏？昨晚你可没嫌脏。鹤宇，你在吗？是顾连月，是顾连月，在白月光面前这么着急掩饰，可我偏不让你如意。鹤宇，你的伤怎么样了？我来帮你上药。我刚刚已经处理好了。连月姐姐来了，给鹤宇上药实在是太费力了。你也在？乔姐姐这话说的，我可是宋太太，难道不应该在吗？狐狸尾巴都快翘上天了，既然这么开心，我陪你演。气死了吧！看到你和白月光这副表情，真是痛快。宋鹤宇，你和他都别想好过。鹤宇，可以借一步说话吗？连月姐姐，是什么见不得光的话，是不能让我这个宋太太知道的。江小姐，你应该还不知道吧？当初江董为了让你乖乖联姻，才找的鹤宇勾引你，再甩掉你。林月，所以这场戏你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意思？当初是我爸找的你。或许也是时候让他知道真相，有些成长注定要以背叛为代价。不可能，太荒唐了。妈妈去世的早，爸爸将我视为掌上明珠，有求必应。他说，就算我想要天上的星星，也会想办法给我摘下来。刚才我看的这几条项链，都帮我包起来。江小姐，实在抱歉，这条项链是副总夫人早就预定好的。如果你也喜欢，看看能不能稍等几天，我们再从别的店再调一条过来。好，我等不等倒无所谓，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和其他人带一样的东西。
不如我现在亲自去和傅太太说，你说让她放弃这条项链容易，还是你明天因为得罪了江家而失去这份工作容易？只要是西西想要的，就只能是他的。除了提出让我联姻之后，我发了疯的睡了宋河，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局。我最爱的人，能将我捧上天，也能将我弃若敝履。原来我从头到尾都是你们的棋子。这样才对称。你发什么疯？当然是报你当年处心积虑引我入局的仇。一张照片怎么够？我更想尝尝你的喉咙被刺破的滋味。江大小姐果然是睚眦必报，就不怕江家破产，被亲人背叛，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恨我？恨之入骨。弱小者的愤怒只会让我觉得可笑。你若想打败我，就先让自己变强，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宋鹤宇，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我期待。宋鹤宇，你敢？正好，我看看顾知州在你身上留下什么伤痕。宋鹤宇，我一定弄死你！他这是在干什么？打一个巴掌再给一个甜枣。别顶着这身伤出去丢人现眼，我可不想背负家暴的骂名。宋总狠辣冷血的名声早就传遍商场，你还在乎这点骂声？以后不许再去见他，否则下一次我绝不轻饶。我凭什么听你的？看来江大小姐还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你现在是我的所有物，唯一的用途就是取悦我。除了顾知州、顾凌月，还有你爸，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一个都不许见。从明天起，不准踏出这栋别墅半步。西西，这一世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好你。宋鹤宇，想把我关起来，当一只供你玩乐的金丝雀，你也配？重振江家的计划必须加快。江小姐，久仰。还望您能在宋总面前美言几句，给我们公司一个和宋氏合作的机会。宋鹤宇，你说的没错，弱小者的愤怒无济于事，这份合作我替你收下了。太太，宋总有令，不让您出去。
宋总，太太她让她接电话。宋和宇，我不见那几个人，连出门都不行。还是说你打算把我活活闷死在家里，然后换个新太太？江一心，回去。宋和宇，你看清楚，我要出门，立刻，马上，否则明天的新闻头条就是宋氏集团总裁逼死发妻。你说宋氏的股价会跌多少？好，放他出去，跟紧他。是。早这么痛快不就好了？辛苦两位，陪我散散心。我上厕所，你们也要进。宋总，夫人她不见了。最后出现的时间、位置、方向，调动所有人，立刻去找。掉头。江一心，你最好给我平安无事。宋总，发布会那边还有上百家媒体长枪短炮的等着你呢。这下头号标题我都替他们想好了：宋氏总裁为爱缺席，1000亿项目不敌美人相伴。陆琪，如果你明天不想被派去西伯利亚挖土豆，就闭嘴，开快点。我爸在破产前给我和后妈留下了一些财产，和宋和宇领证那天。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乖乖的做我的狗。我要我后妈手里的那家公司，这家公司将是我重振江家的新起点。你和我的心明明曾经是相爱的。朱建强，这个老畜生怎么在这儿？也好，新仇旧恨一起算，我都要看看你个老畜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朱总，今天怎么您亲自来了？江小姐，别来无恙？哦，不对，现在该叫你宋太太了。朱总可真会说笑。喝点儿。好酒量。朱总，这次合作，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请。这江家没了，你才跟他宋和宇吧？看来他也没多疼你，让你一个女人出来陪酒，不如跟了我，帮你吃香的喝辣的。朱总，您可真会说笑。我这实在是酒量不佳，不如我们现在看看合同，先把合作细节敲定，您看怎么样？别急啊，来，喝了这杯酒，合同立马签。当面来这一套，真当本小姐没看到？不喝？朱总，我实在酒量不佳。
少耍大小姐脾气，别给脸不要脸。朱建强，你给我等着！不喝，我喂你喝。你放开！朱建强，别碰我！难道这一世依旧逃离不了被朱建强羞辱的命运吗？宋鹤宇，朱总，这是请我太太喝什么好东西呢？为什么重来一世救我于水火的还是这个我恨之入骨的人？我的人你也敢动？把朱家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发给媒体和检察院，我要在明天日出之前看到朱氏破产清算的头条，你就等着烂在牢里吧。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给你任何伤害他的机会。你倒是胆子不小，这种地方也敢一个人来？真是疯了！此时此刻他的出现，竟让我莫名安心。他碰你哪儿了？不关你的事儿，放开！不关我的事。江夜曦，你从头到脚连呼吸都属于我，不关我的事。到底谁给你的胆子，敢一个人来这种地方？为什么他看似强势的战友里，竟透着一丝恐慌？而你眼角的诗人，像枪口滴在我的唇边。江夜曦，走，跟我回家，立刻！我要让你清楚的知道，你到底属于谁。跟我回去。宋鹤宇，你只会有这种手段要挟我吗？手段对你，我只看结果，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诚实的很。宋鹤宇，你无耻！宋鹤宇，你放开我！不能让他这样把我带回去，那和回牢笼有什么区别？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必须想办法脱身。着火了！快跑啊！着火了！快跑！快跑！江夜曦，真是可笑，这副紧张表情给谁看？清醒一点，江夜曦，这事绝对不能重蹈覆辙。蜘蛛哥哥，映曦，你怎么在这里？蜘蛛哥哥，我不小心搞砸了合作，我现在头好晕，好难受。蜘蛛哥哥，宋鹤宇他不愿意我抛头露面，他要把我抓回家关起来，我真的好怕。我可不可以去你家躲一晚上？一晚就好。对不起，蜘蛛哥哥，我忘了你已经和林月姐姐在一起了，我去了不合适。可是我只有蜘蛛哥哥，怎么办？好，跟我走。看吧，宋鹤宇，我能从你手中逃走一次，就能有第二次，你困不住我。宋总，这是刚刚找到的监控视频。开车！哎，得，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我这是闯入了什么玛丽苏言情小说吗？蜘蛛哥哥，今晚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担心，这里很安全，你先缓缓，我去冲个澡。故事那个传闻中的战略合作，如果能结到我的手中，不仅能让他元气大伤，更能让我飞升。
机会就在眼前。上一世我记得来顾家找顾知州的时候，知州哥哥，令熙，你怎么来了？你在忙啊？我有点事找你。怎么没有呢？不对，这是妈妈的日记本，为什么会在顾知州家里？我又梦到了那个晚上，江国华那个畜生扒开了我的衣服，地狱大门那晚向我敞开，我糟了。那晚的水活动还是知道了，他掐着我的脖子，质问我为什么勾引他弟弟。从那以后，他把我关在地下室，暗无天日，导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对不起，西西，妈妈等不到你长大了，希望有一天你能发现这个日记本，赶快逃离江家。原来我的身世才是原罪，小时候玷污了妈妈，然后才有了我。是爸爸杀了妈妈，却留下了我。既然是用我来报复妈妈，为什么真相是这样的？我一直以来信任的全是我的杀母仇人，原来我一直都活在别人的复仇剧本里面，一个仇恨的剧本里。我只是一个棋子，一个可笑的棋子。妈妈，那些年你到底怎么过的？宋氏、江家，当年导致宋河宇家破人亡，让他最后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的惨剧，竟和江家有关。原来如此，难怪你那么恨我，那么恨江家。叶欣在哪儿？顾知州明明知道这些秘，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肯定也参与了什么。在彻底撕破脸之前，戏还是要演下去的。应熙，怎么不去客房休息啊？我在哪儿休息有什么区别？反正都不是我的归宿。你喝多了，别闹小孩脾气，不让张姐送你去客房。张姐啊！啊，张姐，知州睡了吗？林月小姐，少爷还没睡呢。应熙，你快藏好，别让林月给误会了。藏？我有什么好藏的？顾知州，你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哎，知州在吗？你们……林月，你别误会啊。圆月姐姐，来得好巧，我们正好在聊一些有趣的事情。是吗？多有趣，也说给我听听呗。我看你是彻底不想好好过了。好好过？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好好过？不一直都是这样烂透了吗？你在这玩什么把戏？宋太太，
你今晚的精彩表演已经够多了。他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表演？是啊，人人都是演员。他状态不对，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必须立刻带他走。江一溪，我没空猜你的哑谜，跟我回家。又要回去惩罚我吗？留着力气，咱们回去有的是时间，慢慢算账。江一溪，给我滚过来！宋鹤宇，你冷静点。英熙，这里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爸爸杀了妈妈，我不是亲生的，报复的工具。宋鹤宇将军，江一溪，跟我走。我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手？宋鹤宇，你别欺人太甚了。我就欺负你，怎么着？毁了这一切吧，反正都来了。看什么？看什么？他的命是我的，要去也得我亲自来去，自己来去。这是江一溪。出口就在身后，只需要回头。这一世还是无法避免的让他知道了他爸爸妈妈和小叔的往事。手上一把锁，不敢不得不学。是你啊，从顾之舟那里脱身，专门来看我有多狼狈的吧？看吧，如你所愿，我一无所有了，甚至就连过去都是偷来的假象。哭够了吧？现在你该明白了，这世界本就污秽不堪，你的仇人名单早就该更新了。江国栋、江国华，还有那些冷眼旁观、推波助澜的人，一个都别想逃。眼泪是能让你母亲复活，还是能让仇人血债血偿？想报仇，就跟我走。多讽刺！此时此刻，唯一知晓我全部不堪，与我共同在黑暗里的，竟是我最恨的人。带路。这一世，地狱之路我陪你闯，拦路的鬼我替你杀。骚总，太太一个人开车往监狱的方向去了，看样子是要去亲自验证江国栋是否还留有后手。让他去，信任的建立总需要过程，派人跟着他，确保他安全。还有，派人盯紧他的小叔江国华。前几世他躲在幕后，为了得到江国栋手里的东西，不惜多次暗中对西西下手。这一世绝对不能再让他伤害西西。好的，宋总，您这招欲擒故纵玩的可真溜。陆姐，这个月的奖金，你是想捐给公司改善下午茶质量？我这就去安排人手，保证万无一失。死傲娇，心疼就直说。我听得见。西西，爸爸，你受了太多，女儿真的好心疼你。好好演吧，江一溪，把他这些年对你的虚伪和算计全都还给他。西西，别哭，爸爸没事。你在外面受苦了，听说宋鹤宇那小子对你并不好。爸爸别说了，女儿现在只有您了。是女儿没用，动不了宋氏的根基，也重振不了江家。爸爸，你经营这么多年，肯定还留着能让我们家能够彻底翻盘的后手，对不对？
求您告诉我，女儿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在这里受苦啊！西西，你长大了，确实，我还留着一点东西，一个 U 盘。看来宋鹤宇没有骗我，他说的没错，江国栋这个老狐狸果然还留有后手。U 盘在哪里？里面到底是什么？爸爸，您快告诉我，我一定要救您出去。西西，你听我说，那里面的东西很重要，但绝不能让你小叔知道。他一直盯着这个东西，几次三番来套我的话，我都没松口。你拿到 U 盘自己处理，千万别信他。我知道了，我谁都不信，我只信您。所以 U 盘到底在哪里？我把它藏在你妈妈的墓碑后左下角一块松动的石板下面。我知道了，爸爸，您等我，我一定会救您出去，一定会重振江家。重振江家，从现在起，我只为自己而活。妈妈，你在天上看好了，所有欠我们的，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西西啊，好久不见。是江国华，U 盘刚到手，他就闻着味儿来了，怎么办？我顺路过来看嫂子，没想到遇到了你。你现在要回去吗？小叔送送你。小叔，谢谢你的好意，不过真的不用了。我老公这个人脾气不太好，你是知道的。如果让他看到我坐别的男人车回去，他对我发脾气不要紧，我就是怕误会了小叔，这就不好了。你说是吧？快点，再快点，车就在前面。要是宋鹤宇在就好了。疯了，我在想什么？我竟然希望那条疯狗来救我。完了！他竟然真的来了！江副总，这是做什么？想带走我太太，是不是得先问过我？宋总误会了，我只是担心侄女的安全，想送她一程，纯粹是好意。U 盘一定不能让小叔拿到，看来得先和他演场戏。老公，还好你来了。小叔他刚才好凶，他要带我走，我好害怕。好意？江副总的好意就是拿着麻醉针来送我太太。这，别再让我看到你接近她，否则后果自负。宋鹤宇，你给我等着瞧！宋总来的可真及时，再晚一点就可以给我收尸，岂不是正合你意？收尸？那也太便宜你了。你这颗棋子只有我能决定怎么结束以及何时结束。在那之前，你这把刀得好好活着，
得让我物尽其用。彼此彼此，你也是我爬上顶峰最好踩的一块垫脚石，把你踩碎为止。既然合作达成，咱们就立规矩。第一条，绝对的服从。我说往东，你不能往西，否则我不介意再把你送回江国华手里。可以，我可以帮你咬死所有敌人，但最后杀了你的人必须是我。合作第一步，明天去宋氏上班。去宋氏上班，宋总，你就不怕我撬了宋氏的机密，转头就给你对家送一份大礼吗？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让我进宋氏是试探，还是真心要合作？江副总，这样咱们的手续就办好了。稍等，顾副总会过来，他也是今天入职，你们会共同参与新药项目，项目成绩直接决定总经理人选。顾副总，燕西，真的好巧啊！宋可宇，你这什么意思？把白月光安排到我身边，这就是你说的合作？这个就让你方寸大乱了。如果你的脑子只够用来计较这些，那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他不是在针对我，那他的意思是说，顾连月他另有所图。你的小叔江国华跟顾知州联手了。江国华，你记住你的承诺，我帮你击倒宋氏。等你拿到 U 盘之后，帮我把 U 盘里对顾氏不利的证据彻底清除干净。哦，对了，作为江映熙的生父，你到时候可别手下留情啊。你怎么知道？赵柔，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小时候去江家玩捉迷藏的时候，不小心在地下室里面得到了他的日记本，所以我知道的可比你想象的还要多。顾总放心，我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只有拿到江映熙手里的 U 盘，我才能翻盘，我们各取所需。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看来苍蝇都聚到一起了。顾林月只是他的一颗棋子，你想报仇，那就坐上总经理的位置。宋太太，宋可宇，你真会这么狠心要对你的白月光下手？白月光，商业场上只有弱肉强食，而你不过是我的一颗棋子。果然翻脸无情，心狠手辣，倒是很符合你的人设。知道就好。海派科技是新药最后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只要你啃下它，项目就大功告成。还有，以后别冲动，只会往前冲，要盯紧目标，更要学会看路。西西，把它当成你的磨刀石，直到你足够强大，能够面对未来的一切。你好，通知徐董事长，宋氏集团江映熙到了。对不起，江小姐，徐总他今天外出考察了，不在公司。不在？你确定？果然一上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行啊，那就看看谁先沉不住气。宋总，您是担心太太应付不来？担心？我只是不放心他的能力，怕他耽误项目，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时间？宋总，咱们在这躲了也快2个多小时了。看你最近挺闲啊，不如明天全公司的保洁由你来做。
老公，这里。你怎么又来接了？你啊，胃不好还加班，我不放心，煲了汤。原来路在这里，徐太太和徐总如此恩爱，或许他就是突破口。还算是个没蠢到家的棋子。下班。看来宋总很闲，都亲自来监视我了。监视？你也配？我是来提醒你守好棋子的本分。棋子？谁是谁的棋子还不一定。后天徐太太主办的慈善拍卖晚会，我要你陪我演出夫妻恩爱的戏码，用你恨我的全部力气。都说呀，看画如看人。今天我算是信了，应希对这幅画的解读如此透彻，想必平时宋总没少在家里陪你探讨艺术吧？就和我们家老徐一样。徐太太，您过誉了。主要是我和我们家贺宇兴趣相投，都爱琢磨这些，常说要给我建一个私人美术馆。哦，说是要收藏我所有喜欢的作品。私人美术馆，江一希。你这空头追标开得比我还狠，这恩爱夫妻的剧本你可真是青出于蓝。比不上宋总深情丈夫演绎的炉火纯青，每次触碰都让我想起恨比爱更能磨砺演技。真为应希高兴啊！记得以前你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现在却说得头头是道。徐太太，您不知道，应希最近特别用功，想必是为了今天下了不少苦功夫，熬夜准备的吧？乔连月姐姐这话说的，倒像是贺宇亏待了我似的。我们家贺宇就是太宠我了，你知道的，我会十分重视徐太太的拍卖会，所以贺宇才连夜找来屠戮陪着我，一起研究到深夜。没想到江家出了这样的时候，应希你还有这份闲心。真是豁达，只是不知道江伯父在里头若是知道了，会作何感想呢？谢谢连月姐姐关心，正是经历过风雨才懂得靠人不如靠己。就像徐太太，徐太太当年跟徐总不也是一起白手起家，才有如今的基业吗？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拍卖会的主题刚好就是风格永存，真正的品味就得像徐太太这样，才经得起岁月的沉淀。若是只顾着把各种大牌 logo 往身上堆砌，这反倒失了格调，你说是不是呀，连月姐姐？拍卖会要开始了，不要让这些小事扫了大家的兴。走着瞧，江映希，只要我拿下徐太太看中的那幅画作，海派科技还不是我说了算。好，我们下一件拍品是这幅水墨画，这幅画是前朝知名画家所作，3000万。好，这位女士出价30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江映希，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5000万。宋总，你心疼钱了，毕竟你对我做的这些，要你花点钱算什么？我就是要花你的钱，买我的路，天经地义。好，5000万，我们江小姐这边出到5000万的高价，5000万一次，还有加价的机会哦。5000万2次，6000万，6000万一次，6000万2次。恭喜顾小姐拍得这幅水墨画。江映希，怎么？你可别跟我说你是良心发现，心疼我钱了？宋总，就凭你也配我良心发现啊？急什么？让顾连月背后的人多放点血，这才痛快。徐太太，这幅画希望对连月姐姐，连月姐姐，既然你这么喜欢那幅画，那我也就不好夺人所爱了。只是
我和徐太太实在是投缘，刚才的那5000万就当是给慈善基金会添个彩头。今后我和贺宇也会向徐太太和徐总学习，既要做好企业，也要回馈社会。宋总真是娶了个贤内助啊！看到你们俩，真像当年我和老徐。星耀和海派的合作呢，我会劝我们家老徐考虑一下的。宋太太，今天这出贤内助的戏码，真是演得滴水不漏，让我刮目相看。这笔债，你想怎么抵？怎么抵？当然是用你教我的那些手段抵啊，老公。戏演完了，宋总可以放手了。利用完就扔，你这过河拆桥的本事，倒是无师自通。彼此彼此，和宋总相比，我还相差甚远。不知州的人真是没用，连这点场面都撑不住，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出马。只要你不小心搞砸这场拍卖会，那顾凌月就还有机会搞定海派科技。废物，你不会躲吗？宋总，你是怕棋子摔碎了，再也没有人陪你玩这个复仇游戏了？该死，为什么被他这样辱骂抱着，我的心跳的比刚才坠落时还要快？不，这心跳不是心动，是身体可悲的本能。江一希，别再跳入同一个囚牢，万劫不复。看来得加快解决江国华，绝不能再让他伤害西西了。江一希，我是不是警告过你，江国华是条毒蛇，随时会咬人？你这副毫无防备的样子，是生怕他找不到机会下手吗？啊！装死，这演技越来越……怎么会这么大？喂，叫医生！我说立刻马上！他要是烧傻了，我这盘线还怎么下？江一希，我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你的命是我的，你这颗棋子在我利用完你之前，你连病死的机会都没有。西西，对不起，都怪我，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已经给夫人打了退烧针，但夫人的身体还是很虚弱，建议给夫人喝点中药调理一下。这连药都喝不进去，废物！是梦，还是他又在折磨我？这不是喝下去了吗？你永远都需要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才能听话。狼，你这颗不中用的棋子，净给我添麻烦！记住，你骨子里的寒气，都只能由我来驱散。
你这条命从里到外都属于我。多少经历，满天的星辰都被唤醒。看啊，白天那些流放曾经高高在上的江大小姐，现在连骨头缝里都在渴求我的温度。夜空遥望的风景，恨我又如何？你现在只能像这样乖乖蜷在主人怀里。几颗流星，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忆。这算什么呢？是胜利者对妻子的怜悯，还是恋人对猎物新一轮的驯服？真是可笑！明明该恨之入骨的距离，为何却让人贪恋这一瞬的温柔？江一希，难道这一世你又要爱上他了吗？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海派科技的合同已经签了，看来你这恩爱夫妻的戏码演得还不算差。比不上宋总深情丈夫的角色信手拈来，连我自己都快分不清真假了。我要你永远的记住，我们之间只有恨，没有爱。喝掉。喝掉。如果我说我不喝呢？那我不介意再演示一次，怎么让你乖乖张嘴。很好，记住这副听话的样子。半小时之后，我们公司见。江一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可是昨天不，那是假的，都是演戏。恩爱夫妻，宋和宇，你说的对，我们之间果然只能做一对纯恨夫妻。这以后就是你的战场，新药项目的所有核心及命脉都在这儿。宋总，就这么放心我？不怕我拿了你的剑，转身就捅穿你的心脏？捅穿我？你可以试试，这个代价，我怕你承受不起。别轻举妄动，听我的，你的复仇我亲手替你完成。他又在计划什么？复仇由他亲手完成是什么意思？我不能相信他，最擅长的就是算计和利诱。他竟然真的给了他，凭什么？江一希，你等着，机密我看你能守几天。老板，已经将宋氏集团总经理办公室楼层最近几分钟的监控片段已经替换好了。干得好！顾小姐，都处理好了。顾氏星萃项目为什么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价格却只有我们的一半？股价因此暴跌50%，核心优势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新药的核心数据保密等级是最高级，访问权限极其有限，除非……顾副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江经理，我不是想指责你，但是事实就摆在这里。宋总前脚把新药的机密交给你，
后脚就出了这事，是不是有一点巧合？江映熙，我给你公司权限，不是让你用来背叛公司的。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宋氏的员工。戏演的倒是不错，可惜笑得有点太早了。宋鹤宇，难得我们还有这样的默契。你早就知道他会来偷？他自以为聪明，不过我从来不信一道锁，真正的眼睛就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好戏才刚刚开场，该轮到你这个棋子发挥作用了。江映熙，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宋氏的员工了。宋鹤宇，这刀我记下了，等戏落幕的时候，我要你两眼带泪的还。那宋总，现在可以说说了吗？你是怎么设局利用我这颗棋子的吧？如果当时直接让顾林月拿到机密，顾知州和江国华一定会怀疑那是我故意设下的陷阱。所以，我对机密动了手脚。你通过竞争拿到机密，顾林月被逼到绝境，才会铤而走险去偷。再加上我们今天这场决裂的好戏，他们才会深信不疑机密没有问题，才会放心大胆的把新翠全面推向市场，投入所有资源。现在而已吞下，该收网了。真是老奸巨猾，果然这才是真正的你。这叫兵不厌诈。就像这样，一击必杀。据悉，顾氏新翠项目因致命漏洞全面崩盘，而宋氏今日推出的新药项目已成为行业新标杆。看到了吧？我说过，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宋总，你还真是算无一策。有时候我真想知道，你这颗心除了阴谋和算计，还装了什么？还装了什么？装了什么？装着如何把仇人碾碎，装着宋氏明日的版图。难道要装这些无用的真心吗？是，我忘了，你的真心早就喂了狗了。江映熙，你还在期待什么呢？他只不过是想借着你复仇，把你当作清除所有障碍的棋子，对白月光他都能下那样的狠手，更何况是你，一个仇人的女儿。西西，我的心里装的只有你，可是绝不能让你知道。新药项目成了，宋总，下一步你打算怎么走？是彻底吞了顾氏，还是先清理掉我这颗已经快要被你榨干利用价值的棋子？西西，不是这样的。
商业抉择，最重要的就是利益最大化。棋子旧了，当然要换新的，这不是你最清楚的规则吗？果然如此，也好。江一喜，你的小叔江国华因这次事件受到牵连，欠债跳河自杀了。他死了？江国华死了，江国栋一辈子只能待在监狱，顾氏集团也接近破产边缘，我的仇终于报了。于是，我暗中经营着后妈留下来的小公司，把它变成了西西科技，用从宋鹤宇那学到的手段。我把 U 盘里将在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产业链全部洗白重塑，很快西西科技就成为了行业内的新闻公司，而我也有了与宋鹤宇抗衡的力量。宋总，这是离婚协议，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请签字。宋鹤宇，这一世我要把连你在内的过去通通葬送，此后便是我的新生。离婚？江一喜，你什么意思？江家害你从小就家破人亡，你让江家破产，让那些人得到了应有的代价，我们之间已经两清了。现在，我只想要自由。两清？什么两清呀？没有我的允许，你哪儿都不许去。宋鹤宇，你看清楚，现在的我不是你的妻子，我是七夕科技的 CEO， 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甚至未来还会是竞争对手。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交易，我们之间只有恨没有爱，现在交易结束了，我们好聚好散。好聚好散，这里只有我能说了算，你这一切都是我给的。是，你给了我阴谋，给了我算计，现在这些我通通都不要，包括你给的这个可笑的宋太太的头衔。宋鹤宇，你这样有意思吗？别逼我恨你恨到只想跟你同归于尽。恨我，恨到只想跟我同归于尽。宋总保重。西西，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项目。没有我，你似乎真的过得更好。希望有机会能跟你合作。好，回见。下雨了。江总，下雨了，我送你吧。是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江一心，现在你已经自由了，不要再动摇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西西，这就是你想要和我再无挂科的人生。所以爱错，好，我从哪里我放手。起飞，从哪里长。
One that's on my mind, falling too fast, deeply in love, finding the magic in the colors of you. You're the right time. 为什么已经决定离开了？脑海里面想的全都是他。Keeps my heart going. 忘掉那个利用你的男人，那个心里只有仇恨的男人。在那个床上让你失控的混蛋！下周就是西西科技的新品发布会了，江一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宋鹤宇，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彻底摆脱你？徐太太，小江，你呀是越来越有魅力了，在台上闪闪发光啊！哎，怎么不见宋总？他们陪你一起来吗？这种重要的时刻，老公应该陪在身边才对。啊，谢谢徐太太的关心。我们现在正在离婚冷静期。啊？怎么会？这也太意外了。可是我觉得他很爱你啊。一个人下意识的举动是骗不了人的。爱，可是我们只是在扮演恩爱。不好意思啊，徐太太，我接个电话。徐太太，好久不见。太太，宋总他病了，病得很严重。他在哪？是这样。我觉得他很爱你，一个人下意识的举动是骗不了人的。太太，宋总自从您和他提离婚后，就天天喝酒，饭也不按时吃，最终把自己整病倒了。他把你绑在身边，就是为了保护你。他对你严厉，是为了让你尽快成长。宋总真的很爱你啊！他怎么可能？不行，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小叔，你不是已经跳河死了吗？我不假死，怎么能让你们放松警惕呀？好侄女儿，不，好女儿，爸爸接你回家。苏和宇，我喜欢你。你好呀，男朋友。西西，我有无法言说的苦衷，但是我爱你这件事没变过。一起下地狱吧！奇怪，明明是按照原剧情设置的程序，怎么纯恨夫妻这条线每次都会出现偏差？你俩非要爱上对方不可吗？纯恨不好吗？重启。原来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注定了不能相爱。终于醒了，我的好女儿。宋总，江国华没死，尸体是假的。他刚在高速劫走了太太，他要你一个人去见他，否则就杀了太太。连我的人都敢碰，我看他也是活得不耐烦了。带我去。宋总，你……我说带我去。你也配提这2个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告诉你，那个 U 盘里的东西，你永远都别想得到。这次我不仅要江家的财产，我还要整个宋氏。你什么意思？你不要命了？连我的人都敢动？想要他活命，就在这份不全转让协议上签字，用整个宋氏来换。江国华，你高估他了，一个快要废了的妻子也配换宋氏？听见了吗？你的算盘又打错了。既然如此，我就在你面前慢慢玩死他。
如何？我数3声，1、2，血给我！你命那么重，等着干嘛？快解绳子！宋鹤宇，宋鹤宇，你真是个疯子！闭嘴！你想害死我吗？赶紧给我起来！宋总，锁进地下室，等我处置。宋鹤宇，宋鹤宇，宋鹤宇，你听着，你这条命是我的，我还没报复够，你敢死一个，你试试！放心，祸害1000年，我还没折磨够你。宋鹤宇，西西，我是你爸爸呀！看在这份血缘的份上，你放了我。血缘，你绑架我，用铁棍打我，把刀抵在我脖子上的时候，你怎么不看在血缘的份上？还有当年你强奸我妈妈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嫂子？是赵楼那个贱人先勾引我的。你闭嘴！看来当初你就是像现在这样，在江国栋的面前往我妈妈身上泼脏水，对吧？我没有，西西，我没有啊！江国华，死到临头了，你演什么？你们俩兄弟都一样的恶心。他把我养大，也不过就是为了报复，把我打造成一个好的联姻工具，去巩固你们那个肮脏透顶的帝国。你们踩着宋家几10条人命和家人的基业爬了上去，他以为他把宋家赶尽杀绝了是吧？没想到吧，宋家还留了一个继承人，宋鹤宇。原来是他！你的好哥哥跟防贼一样的防着你，生怕你触碰了集团的核心，直到我出现，你这只阴沟里的老鼠才终于觉得自己找到机会了是吗？可你懂什么？江家本来就是弱肉强食，没有我在暗中打点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江国栋能爬那么快？太太，宋总醒了。把他送到监狱。你们俩兄弟既然这么喜欢闹，那就好好的在牢里继续斗。宋鹤宇，你的秘密我已经全部知道了。我要跟你复婚，然后天天折磨你，让你这辈子，不，让你生生世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互相折磨，生生世世。恨不得把你揉进骨血里。
妈妈，你看见了吗？原来恨的尽头就是爱，原来这世界并没有抛弃我。